如果不能看电视，我们会缺失多少乐趣？所以推动有线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我们要感谢一个人。2014年1月27日，香港影视业的传奇大亨、中国著名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的家中安静离世，享年107岁。他一生历经无数风雨，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慈善事业上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外人眼中，邵逸夫先生的一生应该是相当精彩且无遗憾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活到100岁高龄才离世。然而，万事万物并非总是看起来那么完美无缺。即使是邵逸夫这样成功的人，他的身上也同样有着未尽的遗憾。他去世之后，4个子女没有一个前来为父亲送终，而他留下的240几亿的巨额财产，也被子女明确表示死后也不要1分钱。父亲去世后，邵逸夫的子女为何拒绝与他送终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宁愿不要巨额的遗产，也要与他划清界限？这场家庭的伦理纠纷又是何时开始的？第1章，电影之梦。在当下时代的中国学生中，大部分人所在的校园里，应该都会有一座特别的教学楼，它的名字叫做逸夫楼。事实上，这座楼的名字就源自香港传媒领域的商业大亨邵逸夫先生。从1985年开始，由邵逸夫成立的邵氏基金会就开始与我国教育部合作，由基金会提供财政款项用于我国的教育事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逸夫楼在我国各地的校园里已经超过了6000座，而且时至今日，我国部分校园内还有新的逸夫楼项目正在建设中。虽然斯人已逝，但邵逸夫先生留给我们的这份善举，仍然持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邵逸夫的慈善之心令人钦佩，他的商业版图同样令人惊叹。1907年，邵逸夫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商家庭，因为在家中排行第6，所以家人也经常叫他小六子，这也是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六叔的称号。由于家境富裕且生活在大都市上海，邵逸夫从小就跟着哥哥们享尽了上海的繁华。所谓鲜衣怒马少年郎，大致就是他的童年时光。而在那些花红酒绿的娱乐当中，邵逸夫却特别爱电影这个新鲜事物，以至于不止一次地和哥哥们说，将来一定要成立一家电影公司。因为家境殷实，邵逸夫的理想也不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很快他就付诸了实际行动。1923年，邵逸夫的哥哥们在上海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取名为天一电影。1年之后，电影《立地成佛》成功上映。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第2年，天一电影公司推出了女侠李菲菲这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电影。现在电影界一般都公认，女侠李菲菲是世界上第1部武侠片。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叫李菲菲的江湖侠女行侠仗义的故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虽然在剧情编排上有不少问题，但这改变不了它作为中国武侠电影开山鼻祖的事实。女侠李菲菲带来的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令邵氏兄弟几人干劲十足。他们又先后推出了多部电影，并同样在商业上取得了不少收获。看着哥哥们在电影行业狂奔突进，还在上学的邵逸夫也动了心。1926年，初中毕业的邵逸夫毅然决定放弃学业，一头扎进了他热爱的电影事业中。其实，早在天一电影公司刚刚成立时，还在上学的邵逸夫就急切地想参与电影的制作，只是他的哥哥邵醉翁考虑到他年纪还小，只让他在片场打杂，也就是现在的片场场景。等到他正式开始进入天一工作时，接手的第1份工作就是负责电影的海外推广放映工作。那个时候，受限于国内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所谓的海外发展，其实就是将其推广到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南洋市场。也正是在下南洋的过程中，邵逸夫认识了第1任妻子王美珍。第2章，南洋定情。说起邵逸夫和王美珍之间的感情，其实还挺有戏剧性的。和邵逸夫出身相似，王美珍也是出生在富商家庭中的大小姐，她的父亲是新加坡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豪。如果真要论起财富，可能邵逸夫的家族还没有王美珍的家族有钱，但这2个人却出乎意料的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电影。1926年，邵逸夫跟着哥哥去南洋地区发展自家的电影业务。在新加坡的某日晚上的一间电影院里，邵逸夫偶遇了来看电影的王美珍，并且对她一见钟情。从那时开始，邵逸夫就经常来这家电影院，目的就是找机会多见王美珍几次。
这个时候的王美珍正值花样年华，影真是无比美丽动人，但她比邵逸夫要大5岁。虽然邵逸夫的三哥多次尝试劝告他小弟，但邵逸夫丝毫不关心王美珍的年纪，执意要追求她。几次见面之后，王美珍和邵逸夫渐渐熟悉起来。对于邵逸夫所描绘的电影蓝图，王美珍就很感兴趣。于是某日的下午，王美珍主动约见了邵逸夫，并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得到心仪对象的主动约见，邵逸夫自然就无比开心。但真的等他和王美珍到达约见的地点时，他却眼都直了。原来王美珍要约见的人就是新加坡地区著名的年轻富豪于东璇，同时他也是王美珍的现任男友。心仪女神却早已经名花有主，如果说邵逸夫心里不失望，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没想到的是，于东璇也对电影行业有兴趣。经过王美珍的介绍，于东璇决定利用他在南洋的渠道，帮邵逸夫推广电影。感情上不顺，没想到在事业上却迎来机会。心理受伤的邵逸夫很快收拾好了情绪，一头扎进电影事业中。从1926年到1928年这3年之间，天一电影公司盈利发展的黄金时期，推出了大量票房口碑都很高的电影作品。邵逸夫在这3年的磨砺中，也逐渐变得成熟稳重。对于电影事业，他也有了自己的方法。邵逸夫在南洋推广电影的这3年，作为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于东璇对他的帮助可谓很大。而王美珍也在和邵逸夫的逐渐接触中，萌发了不同的情愫，但2个人都没有捅破这层纸。1929年，邵逸夫觉得传统的无声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需求，题材限定也不利于电影叙事层面的创新，急需转型。但在当时的亚洲地区还没有有声电影的制作经验，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制作流程，邵逸夫决定去美国学习和考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邵逸夫乘坐的轮船经历了触礁的危机，轮船翻了，船上搭载的乘客大多数葬身深海之中，而邵逸夫却幸运地抓住了一块木板，随波逐流，几经辗转，竟然让他安全地到达了美国。自此之后，邵逸夫虚心请教，学习美国人有声电影的制作技术。后来他回到国内，带着在美国买回来的设备，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为邵氏兄弟。1932年，邵氏兄弟的第1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成功上映。从此以后，邵氏电影乃至香港电影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可能是经历了劫后余生，邵逸夫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爱恋，向王美珍透露心意。而经过这几年的相处，王美珍其实早就移情到邵逸夫的身上，2个人一拍即合，终于走到了一起。1937年，已经30岁的邵逸夫和王美珍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婚礼当日，于东璇还特意送了50万的礼金来表达他对新人的支持。这件事令很多人不明白。按照常理来说，于东璇是邵逸夫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更是他的恩人。结果邵逸夫却抢走了他的女朋友，这无论怎么看都是忘恩负义的表现。而于东璇又怎么会这么大方呢？对此，于东璇却不以为意。他说，美珍和邵逸夫2个人对电影都抱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他们是天作之合，我应该成人之美。得到了于东璇的支持，邵逸夫和王美珍2人也放下了心底里对他的一丝愧疚，开始过起了属于他们2个人的小日子。婚后的数年时间里，2个人先后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一共4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第3章，情变。按照邵逸夫和王美珍的感情发展来看，2个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日子应该过得非常美满才对，怎么会有后来的变故呢？事实上，在结婚之初，2个人的生活的确是举案齐眉，琴瑟和谐。但是邵逸夫结婚的时候，也是邵氏电影快速发展的时候，为了电影事业的发展，邵逸夫终究是错付了这段感情。结婚之后，2个人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时间，无奈之后又一起回到了香港。但是在有了孩子之后，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王美珍最终决定退出邵氏电影，专心养育孩子。从此以后，邵逸夫独自在香港打拼，王美珍就带着4个孩子生活在新加坡。当邵逸夫醉心于事业，他的商业帝国越做越大，谁知他和老婆孩子之间的缝隙也越来越深。因为很少回家，邵逸夫的4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邵逸夫陪伴的身影，导致了他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很淡。而邵逸夫又是香港娱乐产业的大亨，身边不少形形色色的美女相伴，久而久之，他和发妻王美珍之间的感情也逐渐消退。在邵逸夫和王美珍感情变淡的时候，另一个女人适时插了进来，
她叫方逸华，原本是香港酒吧的一个驻唱歌手，因为年轻貌美，很快就火了起来。最后直至做到了拥有自己的专属电台。成名之后，她也由此得到了邵逸夫的关注。1966年，方逸华进入了邵氏集团，经过多年的打拼，她也逐渐升到了高层，甚至成为了邵逸夫的左膀右臂。方逸华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她对邵逸夫并不是单纯的言听计从，对于事业，她有自己的见解。比如 TVB 的诞生，就是方逸华力劝邵逸夫进入电视行业的产物。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能够做事肯做事，又有足够包容性。方逸华很快就赢得了邵逸夫的芳心，她没有被外人所动摇，坦然地承认了对方逸华的感情。在那段时间里，方逸华对外活动的身份，甚至是邵逸夫的二姨太。随着方逸华在邵氏集团的权力越来越大，邵逸夫的几个孩子开始渐生不满。他们本来就看不惯方逸华和邵逸夫的婚外情，现在眼见方逸华在集团内的地位突出，他们觉得如果不是母亲当年在公司初创阶段帮助父亲打拼，又怎么会有现在邵氏帝国的这种基业？而方逸华在邵逸夫几个孩子眼中，他简直就是一个局外人。1981年，邵逸夫的大儿子邵慧明带着弟弟邵慧忠退出了邵氏集团的董事局，并且回到了新加坡照顾年事已高的王美珍。6年之后，85岁高龄的王美珍在新加坡去世。应该说，王美珍的晚年还是幸福的。虽然丈夫和她感情消失，还找了另一个女人，但是她的几个孩子却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她人生的最后一刻。临去世前，王美珍还劝几个孩子回到邵逸夫身边。但是接下来，邵逸夫的一个举动彻底激怒了这几个孩子。之前在王美珍还在世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仍然留存感情。总之，虽然两人不再来往，邵逸夫和王美珍也一直没有离婚。但是在王美珍去世的当年，90岁高龄的邵逸夫却选择和方逸华登记结婚。对于邵逸夫来说，这是给陪伴他多年的方逸华一个交代。但在几个孩子眼中，邵逸夫的这种行为却是赤裸裸的背叛。第4章，遗憾收场。自从邵逸夫和方逸华结婚之后，他的几个孩子也彻底和他断绝了关系。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他们之间再也没有来往。2014年，邵逸夫去世。早在生前，他就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TVB 送给了方逸华，掌握了这个传媒帝国，方逸华的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即使邵逸夫去世，也不会影响方逸华在香港传媒界的地位。除此之外，就是将剩下的240几亿的遗产留给了他和王美珍的4个孩子。面对这样一笔巨款，只怕早就飞上去披麻戴孝。但是出乎外人意料的是，邵逸夫的几个孩子都对此无动于衷。他们既没有出席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宣布继承这笔遗产。邵逸夫的一个女儿更是公开说：“我死也不会要他1分钱。”客观上虽然和父亲脱离了关系，但是邵逸夫的几个孩子彼此都算是事业有成，他们并不缺钱。主观心理上，相比起邵逸夫显然有事，养育他们的王美珍在他们心里面的地位更加重要。邵逸夫选择在王美珍去世当年和方逸华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孩子们的心，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原谅父亲这个行为。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邵逸夫，无疑是令人钦佩的。他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慈善事业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些贡献足以令他赢得世人的尊重。但遗憾的是，面对自己的家庭事务，邵逸夫却始终没有处理好，留下了这一单遗憾。至今看来，也令人唏嘘不已。对于邵逸夫的子女拒绝继承遗产的过往，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